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谭松韵假期结束后发布了怎样的明信片和放假诗？在娱乐工业高度加速的当下，休假常常只是通告表里的一个空白格，很少被真正赋予情感与意义。而谭松韵在结束连续18个月的高强度拍摄后，却用一组海岛旅行明信片与一首3行短诗放假诗，完成了一次罕见而完整的自我交接，从工作到生活，再从生活回到创作。这不是一次营业式更新，而是一场审美与心态层面的复位。由工作室账号梁小姐的便利贴发布的这组明信片，主题被标注为海岛碎片。它并非商业大片的延伸，而更像是旅途中随手放入信封的风景与心情。画面里，谭松韵身着鹅黄色碎花长裙，站在礁石之上，海平面呈现出由浅至深的渐变蓝，云层低垂，风声仿佛可以透过画面被听见。镜头没有刻意追求稳定，反而保留了轻微的晃动，衣角沾着细沙，侧脸留着未被修饰的晒痕。正是这种不被修正的真实，让粉丝将其形容为带着露珠的草莓，是美学不完美，却新鲜。其中一张俯拍视角尤为动人，他赤足蜷坐在沙滩上书写手稿，脚边散落着贝壳与松果。这个意象并非偶然，早年他就曾以松果明信片作为个人情绪的隐喻，将日常中不起眼的事物转化为记忆的锚点。多年之后，这一意象再次出现，像是对过往自我的一次回望，也是一种持续性的自我书写。这些明信片的价值，并不在于好不好看，而在于它们拒绝被过度设计。它们更像是生活留下的痕迹，而不是为观众准备的表演。与明信片同步发布的短诗放假诗，全文只有3行，是在假期里的心愿，也是没有停下脚步的心愿，有很多在计划中的心愿。双引号，短小却并不轻巧。新月首先是一个自然意象，象征周期的开始与光的再生，但在这里，它被反复使用，形成层层递进的意义。它既指假期中的自我修复，也指假期结束后即将开启的新阶段，既是短暂的停泊，也是未曾停止的行走。没有停下脚步的新月这一句，几乎精准概括了谭松韵近年的状态。他并未把休假视为与创作的对立面，而是将其纳入更长的创作周期之中。休息不是终止，而是另一种形式的准备。计划中的新月则透露出一种克制的野心，它并不张扬，却明确指向未来，不是及时兑现的承诺，而是被妥善安放的可能性。理解这组明信片与短诗，离不开他此前的工作强度。在兰香如故的拍摄中，谭松韵经历了长达155天的密集创作，从少女一路演至80岁的主母，情绪与体能都被推至极限。期间，她还同时推进《逍遥我和我的命》等多部题材、跨度迥异的作品。外界曾爆出她日均睡眠仅3至4小时，为角色在2个月内减重15斤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假期显得尤为珍贵。他没有选择度假模板式的奢华展示，而是去了云南的山野，啃南瓜粑粑，夜里听蛙声入眠，白天在大理古城闲逛。素颜、丸子头、牛仔外套，捧着热饮发文自嘲，勿念一切安好，可能除了体重。双引号，这种幽默既是对外界审视的消解，也是对自我状态的接纳。谭松韵长期处在外形叙事的包围中，暴瘦圆润少女感动龄这些标签反复被贴上，撕下再贴上。假期中的她选择暂时退出这种叙事。明信片里没有刻意强调身材线条，也没有制造情绪高潮，它只是存在着。海风吹过，
云影移动，时间自然流逝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，他在假期中依旧保持对世界的观察力。随手记录的手稿，被保存下来的松果，被写进诗里的月亮，都是他持续创作能力的侧写。松弛与自律在他身上并非对立，而是交替出现。在快消内容盛行的时代，谭松韵的选择显得有些慢。他不急于在休假结束时抛出宏大的宣言，而是用生活的碎片作为过渡。明信片与放假诗并不是单独的作品，而是一种方法论，把生活当作素材库，把情绪当作底色，把表达当作自然结果。这也解释了为何他的作品常常带有一种不动声色的力量。那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长期观察与自我消化后的自然呈现。假期终会结束，工作也会再次启动，但这一次他没有用满血回归的口号作为开场，他选择了新月。新月不耀眼，却真实存在；不喧哗，却预示着增长。他提醒人们，开始不必宏大，只要方向明确。在明信片里的海风与诗行间的月光中，谭松韵完成了一次不动声色的出发。对观众而言，这或许只是一次温柔的更新，但对他自己来说，这是一次清晰而笃定的自我确认。当工作与生活不再被强行切割，当休息被视为创作的一部分，这样的节奏或许正是他能够长期走下去的原因。而那轮在计划中的新月已经悄然升起。如果把谭松韵近1年的工作状态放在显微镜下看，会发现一个极其容易被忽略的细节：他几乎没有空档期。角色刚杀青，下一个人物就已经在路上等他进入。情绪尚未完全抽离，新的情感逻辑又被迅速植入。这种连续切换对任何演员而言都是一种隐形消耗。正因如此，这组明信片的出现更像是一块精心放置的缓冲带。海岛不是逃离现实的乌托邦，而是一个允许情绪慢慢沉降的中间地带。没有角色名，没有人物背景，他不需要解释我是谁，只需要存在。镜头里的他不再表演放松，而是真的放松。风吹乱头发，脚踩进沙里，这些不受控的细节本身就是从角色中退场的重要标志。对演员来说，能安全地回到自己，比快速进入下一个角色更重要。在社交平台高度情绪化的语境中，许多明星的文字往往走向2个极端，要么过度煽情，要么完全公关化。而放假诗恰恰避开了这2种路径。他不解释辛苦，不强调付出，也不刻意制造成长叙事。3行文字，没有一个形容词在强行感动读者，却留出了足够大的解读空间。新月被反复书写，却始终保持克制。它不是满月式的宣告，而是一种低调的更新提示。这种节制本身就是一种成熟的表达能力。它意味着创作者对自我状态有清晰判断，也对外界期待保持距离。这不是我要回来了，而是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一个耐人寻味的变化在于，这组内容的叙事视角发生了明显转移。过去，公众更多是看谭松韵如何生活，而这一次，他是在看自己的生活，然后把观看的结果分享出来。前者以他人目光为中心，后者则是以自我感知为起点。俯拍写手稿的照片就是典型例子。那个角度并不是为了展示面部优势，而更像是他自己低头时看到的画面。这种视角的变化意味着他不再急于回应外界，而是先确认自身的节奏。当一个演员开始掌握叙事视角，他的职业生命周期往往会进入一个更稳定的阶段。在高度竞争的行业里，慢常常被误解为懈怠，但从谭松韵的路径来看，慢是一种主动选择。他没有用假期制造话题爆点，也没有在复工节点抛出密集营销，而是让内容自然浮出水面。
明信片与诗歌的组合，既不制造焦虑，也不刺激消费，却建立了一种更长效的情感连接。这种连接不依赖于即时热度，而依赖于信任感的累积。从更宏观的层面看，这次假期表达也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传统成功叙事的范本。它不强调牺牲，不歌颂透支，也不把疲惫包装成勋章。相反，它承认人需要休息，也允许状态波动。重要的是，休息并不等于停滞，而是为了更好的前行。这种叙事对长期处在高压环境中的女性创作者尤为重要。它在无声中传递了一种价值观：稳定、持续、可呼吸的成长，同样值得被肯定。假期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离开工作，而是如何回来。当谭松韵把海岛的风、沙滩的温度、夜晚的蛙声，连同那些尚未完成的计划一起收进明信片和诗行里时，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复工前最关键的一步，把生活重新放进行李，不是作为负担，而是作为能量来源。结语：新月已起，路仍很长。这组明信片与放假诗并不会立刻改变他的事业轨迹，也不会制造戏剧性的转折，但它们像一枚清晰的注脚，标记了一个阶段的结束，也标记了下一个阶段的开始。新月不耀眼，却持续存在；不喧哗，却指向未来。在这个越来越急于证明自己的时代，这样的安静与自觉本身就足够有力量。